触手可能是美味的，可能是掉散的，也可能是不能播的。但这触手到底是怎么扎根二次元的呢？说到触手的起源，一般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现如今充斥互联网的克苏鲁，不管你是游戏还是小说，好像只要沾点克，就能让你的作品变得神秘又深邃。然后就出现了一堆为了恶心猎奇而去恶心猎奇的垃圾。它有没有好一点呢？有，Fate Zero 就是带了一点点克系要素，但是没有让这种要素喧宾夺主的典范。地元帅的海魔，还有那个魔神柱一样大的超大海魔，都是相当经典的克系要素。蠕动的触手，难以名状的海魔长相，光是看着心里就有点发毛。可能也是从地元帅开始，让行月尝到了点这方面的甜头。后面在 F9 里，那真的是阿比盖尔、葛饰北寨、泳装 BB， 克系要素不要钱的往里加，结果还都挺成功。特别是阿比，动画中也有像是前行吧奈亚子这样把克系要素完全娱乐化、完全美少女化的。你说有没有克系？那肯定有啊，主角全都是大名鼎鼎的克系怪物。当然，为什么变成美少女的样子，作品里也是有设定的，直接真身显现，看到人会疯狂掉散值，所以只能这样。这解释想想还挺合理的啊。不过吧，如果我跟你说这个和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存在，你会不会觉得无法理解？但如果我再跟你说这个和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存在，你会不会愿意和这个世界和解？而另一派是葛饰北斋派，说是现在你能看到的触手和美女结合的起源是来自这老头画的画。不过吧，这老头画的画虽然是艺术品，但众所周知，现在很多艺术品在互联网上都是放不出来的，这不能怪我。虽然说有相似性不能证明有明确的联系，但是你不得不感慨一句，北斋老爷子在艺术上的前瞻性。我们现在在二次元的各种作品中能看到非常多的触手和美少女的结合，当然这不再局限于限制级的内容，而是在很多别的地方也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触手元素。特别是那些长线运营的手游，基本上都有那么一两个章鱼娘。绝区零前段时间的章鱼娘就是很经典的案例，但我总感觉这个角色在战斗中触手和本体之间的互动有点少了，以至于有一种角色是角色，触手是触手的感觉。当然，一种元素只要多了，一定会出现变体，触手不再局限于是肉块，也不一定需要是身体的一部分。很多元素系的能力者也可以有类似于触手的表现，小樱就曾经被树牌抓住脚吊起来过，或者是让科技产物成为触手。前段时间一项触手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很有意思，或许在未来脑机接口普及后，人人都能是章鱼博士了。这样想想，章鱼博士好像就是一个古早的触手系角色啊。而在一些 3A 游戏里，触手的变种就更夸张了。这2年最离谱的变种莫过于原子之心里那个叫诺拉的冰箱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刷爆互联网的骚话冰箱？亲爱的，别叫嘛！你说这一段有什么不能播的内容吗？那其实完全没有。那你说这个完整片段我能给你放全了吗？那我觉得我的视频可能有点危险。是的，这就是一个如此诡异的片段。你都看到这里了，我知道你想看什么。那我问你，这是能说的吗？这是我能给你放出来的吗？清醒点，这是抖音。那么屏幕前的你们印象最深的触手是在哪里看到呢？或者你最喜欢的这种非人的奇幻要素是什么呢？在评论区说说呗。最近报名了12月月度精选作者评选，左下角点进去帮我投个票呗，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求你了。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